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Taiwanese Mandarin Podcast， 我是小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凯。今天这一集将由我和阿凯一起跟大家分享。首先要隆重欢迎凯哥光临寒舍。谢谢，很高兴能跟小雨一起聊聊。凯哥，我最近滑 IG 全部都是你的樱花照，真的很夸张诶。你是不是去日本当樱花王美啦？没有啦，就是刚好运气很好，拍起来好看而已。刚好，你那个构图光线，我怀疑你有带摄影团队。没有，我只有带一颗快饿死的胃而已。你是什么时候去的日本啊？我是3月31号到4月3号去的，赶在清明连假以前。哦，很聪明，避开清明连假。台湾人只要一碰到连假，就狂飞日本，一堆台湾人跑去日本。还好你和他们错开。对啊，我当初就是要避开清明连假的。我先问问你去日本之前有没有一些期待或幻想？就是那种每天早上喝咖啡，走在樱花树下，看着一片姹紫嫣红，搭配着良辰美景，赏心乐事，然后随便走进一家店都很好吃。很文青诶，还姹紫嫣红，良辰美景，赏心乐事。你想在樱花树下唱昆曲哦？这个文化梗你有切到哦。那实际上有符合你的期待吗？我看你怎么好像瘦了一圈。去日本不是应该吃爆和牛跟拉面吗？怎么变瘦了？你有所不知，风景确实棒，但这趟旅行下来，每天要面对的却是语言与饥饿的双重挑战。咦，日本找吃的应该不难吧？就算语言不通，看着图片说 "kore" 也还行吧？你是知道我吃素的，但我真的太天真，低估了日本超商对素食者的 hardcore 程度。诶，这就奇怪了。在我们台湾，超商简直是素食者的天堂诶。不管是 7-Eleven 还是全家，都有专门的质感美食区，连蔬食腿鱼饭团、拿铁换燕麦奶都有。日本不是超商始祖吗？真的找不到，我请店员帮我找有没有肉的食物，他们翻遍了整个架子，最后露出很抱歉的表情跟我鞠躬。哦，有啦，好不容易找到冷冻玛格丽特披萨，但是不能微波，所以我也买不了。也太惨了吧！披萨还不能加热，那你吃什么？我最后几天基本上是靠梅子饭团、蛋沙拉三明治跟牛奶活下来的。还好我吃蛋奶素，还可以吃这些东西。我觉得我回台湾看到自助舱的青菜都会流泪。不过这真的很有意思诶，因为台湾现在素食已经变成一种生活风格嘞。对，而且台湾的素食是进化版。对，我跟外国人讲，他们都不相信。什么素食卤肉饭、素食盐酥鸡、素食鸡排，日本人听到应该会宕机。所以这其实反映一个很大的文化差异。台湾的饮食文化很弹性，而日本的饮食文化很纯粹。没错，在日本，这道料理是什么就很固定，拉面就是有高汤，高汤通常就是荤的。对，他们不太会为了个人需求去改变料理本身，但台湾会。台湾是你要什么，我可以试就帮你改。这让我想到前几集 Kevin 讲到的台湾手摇饮文化和超商文化，就很能体现台湾这种讲求客制化的社会，这在日本那种讲求标准化的社会是无法出现的。小雨，你刚刚提到的日本是讲求标准化的社会，我觉得这个观察很重要，因为这攸关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我在日本的第2个冲击。诶，冲击？听起来你在日本很克难啊，你还遇到什么事啊？日本服务业的 SOP 真的强到可怕，他们讲话音节很多很快，我露出听不懂的尴尬微笑，店员竟然会很有礼貌的用一模一样的日文再讲一次。他不换英文试试看吗？你就很直接的表明了我不通日文，他们照样还是用日文期待你跟他说日文吗？没错，这就是我一开始觉得很困惑的地方。我发现他们好像是机器人被设定好了一样，到了某个流程就要说出被规范好的句子，完成了这个流程就固定会说出制式的句子。所以当我没有给予这套系统所期待的回应时，他们就会 shut down，
然后重复一次句子，期待你给予符合设定好的答案。真的，我自己在学日文时也觉得日本人有时候好像是机器人，什么时候该说什么句子都好像是被设定好的。他们无法处理弹性与灵活变通的情况，顶多一直对你说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，但从来不会为了你的需求而做出调整。因为日本的服务其实不是人性化，而是制度化。对，很多人会说日本服务很好，但其实那个好是因为它稳定、可预测。我自己的理解是，日本人非常重视这种稳定、可预测的服务品质。这背后反映的是，这个社会其实是一套规范好的系统，在系统中工作的人都有一套被规范好的语句，如果不照着讲完，他们可能觉得对工作没交代。像你刚刚说的，你跟他们说英文，他们还是重复着同样的日文句子。我认为这些被规范好的句子，其实都是为了确保系统正常运作，避免错误产生的结果。所以他们面对外国人，宁可重复一次日文，也不愿意依照自己的诠释来跟你说英文，因为他们怕说了英文会出错，会让原本的服务流程出现系统失灵的情况，即使他们听得懂或是有能力说英文。对，你说的不出错，就是日本社会很重视的价值观。台湾是允许个人自由与变通，所以服务有机会超出期待。但日本认为，若允许个人自主变通，就意味着脱离了 SOP， 出错的几率增加了。对，你这样讲，我好像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宁可不断道歉，也不愿意变通的原因。就是那些被规范好的句子，确保了整体系统的运作，也确保工作人员不会因为自己的情绪变音而影响了服务品质。这可能就是他们坚持要以日语输出的理由吧。对啊，在这样的坚持日语情况下，我全程都只能用破日文去抓关键字。那一刻，我觉得我的日文听力被迫提升了2倍。那我很好奇，你有没有一个瞬间是我真的完蛋了？有，在结账的时候，为什么？店员讲一长串，我只听懂“带”这个字。所以你怎么回？我就说嗨，结果他问的是要不要袋子，我等于说要。结果你其实不用。对，我只是想赶快结束对话。这超真实，这就是语言学里面讲的生存式沟通。好啦，刚刚聊完吃的，我们现在聊聊更狂的。你竟然敢在日本挑战右驾，还自驾去京都府北方的美山。对啊，这是我第一次右驾，出发前真的超焦虑。我自己都不太敢在台湾开车了，更不用说去国外自驾，甚至还右驾。虽然我在台湾很常开车，但对于右驾，我去日本以前自己也不太有把握。我出发前狂看 YouTube 上别人分享在日本右驾的影片，认真让自己去适应右驾的视觉感。哦，所以你现在是老司机咯，嘿嘿。你才老司机嘞！你那么常开车，经验老道，当然是老司机咯，哈哈。你确定老司机是这样用的吗？你不要带坏我们纯洁的听众朋友哦。哈哈，我开玩笑的啦。我看大家有点听累了，来放一点提神元素，哈哈。哈哈，你哦。言归正传，凯哥，那你第一次右驾的感觉如何？其实最大的焦虑是来自别人。别人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别人的意见。我在自驾拿到车以前，有跟司机聊到我将会自驾去美山。那个计程车司机听到我要自驾去美山很惊讶，他跟我说往美山的路山路崎岖，他自己都不太敢开。如果有客人要求去那里，他应该会拒绝。哇塞！旅馆老板听到我要自驾去美山，看着天雨路滑表示惊讶，也叫我要小心。哇塞，到底是怎样恐怖的路啊？被2个在地人警告。对啊，看到他们的警告，我心脏吓到挺了好几排。我一直很担心会不会出事。结果我真正开车上路，发现日本的交通环境简直是驾驶的天堂，根本一点也不恐怖。真的吗？要是我啊，我听到他们这样说，我会立刻打电话去租车公司说取消，我不开了，直接找当地司机包车比较安心。其实我开过后，我真心觉得，只要你在台湾会开车，你基本上可以在全世界开车。太夸张了吧？
是夸张啦，但我只是想说，去美山的路跟台湾山路比起来，根本差很多。在台湾开车像是在玩障碍赛，如果道路速限50，后面会逼你开70。你走在中线，中线会突然变成左转专用道。这倒是真的。台湾人很急，开车更急，很赶时间，速限50真的会被嫌慢，会被逼车。而且道路规划有时候像大富翁，走错一格就要绕一大圈。在日本刚好相反，山区速限50，大家就真的只开50。我一开始跟着前车开，发现速度真的就压在40到50之间。当我变成了领头车时，我一开始压力超大，我还以为后面要按喇叭要逼车了。结果真的有人给你压力吗？完全没有，大家都非常有耐心跟在我后面，而且该路段禁止超车，就真的没有人超车，大家都乖乖的跟着前车鱼贯通行。台湾驾驶是能快就快，能超车就超车，就算不能超车也会超。我常常就看到很多车为了超车，直接超过双黄线，开到对向车道去。对啊，台湾人开车超凶狠的，反观日本人开车，很多人愿意礼让。有一次我从加油站加完油，停在出口，要准备汇入马路的主线，我才停下等待，就有一辆车马上停下来礼让我，我可以从驾驶座上看到对方用手示意，请我放心汇入车道。这么有礼貌，在台湾你可能要在那里等5分钟，还要看人家脸色，不然你就是要脸皮够厚，直接插队，逼别人让你，然后你心脏要够大颗，不要怕这样会被撞。对，我还学日本人闪了2下双黄灯表示感谢。那一刻，我觉得我跟那台车之间产生了某种灵魂连结。虽然后来加油的时候因为日文不好，有点不知所措，但店员即便不说英文，也还是非常热心的帮我解决了问题。我觉得你刚刚说到在日本开车，让我感觉到日本社会是建立在信任上的，因为大家都遵守规则，所以你可以放心，你知道前面的车不会乱来。没错，但台湾交通是防卫型社会，你要随时预设别人可能因为违规而导致的伤害。而且在台湾开车，大家非常强调防卫型驾驶，也就是你要随时想到别人违规而发生的危险驾驶，做好相应的措施。讲到这里，真的觉得莫名其妙哎！台湾交通法规有一条霸王条款，要求驾驶人应注意，如果你应注意而未注意，你一样有责任。这一条真的害死很多驾驶人，很多人觉得明明是别人违规，为什么最后变成我也有责任？对，所以在台湾开车真的很累。日本是制度让人安心，台湾是人情比事情更重要。凯哥，所以你克服了开车的恐惧，花了多久时间到美山啊？我花了快2个多小时。咦，美山有这么远吗？其实从京都市区出发去美山是不需要到2个小时啦。通常观光客去都是从京都市区搭乘巴士参加一日游，从京都市区出发，车程大概约1个多小时而已。但我在市区的租车公司拿到车以后，我花了一点时间，先到附近的超市采买晚上和隔天要吃的食物，所以耽搁了一点时间。再加上天雨路滑，路上驾驶都慢慢开，所以我前前后后大概花了快2个小时。哦，了解，你是因为先去了超市，他们的超市应该也很好逛吧？挺好逛的哦。我去 Fresco， 蛮大的一家超市，日本本土货跟进口货都不少。那你们最后到达美山时，应该也很晚的吧？我到美山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了，当时下着寒雨，山区温度又比市区更低，气温大概只有8度。而今乡下道路的路灯不多，四周漆黑一片，那个感觉真的很孤单。但我住进了当地的茅草屋，一天的疲累瞬间消除，得到了一种疗愈感。茅草屋？那是那种很传统，屋顶厚厚的，像合掌村那样吗？没错，美山正是日本3大合掌村之一，是很有特色的小镇。我在完成 check-in 之后，茅草屋的主人说晚上很暗，所以他开车带着我到我们预定的小屋。我一到门口就看见里面是暖黄色的灯光，推开门进去，里面已经开好了温暖的空调，餐桌上还有特地为我们准备的热腾腾晚餐。那一瞬间，我觉得所有的焦虑都消失了。哇，好幸福的感觉哦，就像是去住国外的 Airbnb， 体会着慢生活吧。真的，我们半夜睡在茅草屋的阁楼空间，
屋角衬托充满禅风的灯光，很温馨。隔天一早起来，原本的寒雨都停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天朗气清。我走出门，看到四周的山景，伴随着盛开的樱花，那种静谧的感觉，是我在京都、在台北绝对感受不到的。听得我都想去住一晚了。这种乡下的正能量，真的能让人瞬间充满电力。美山算是有名的观光胜地，所以观光客还是有的。虽然不乏观光客，但我觉得他们仍然保留着宁静的气氛。我走在最有名的小镇上，看着神社、田野、生活圈与墓园井然而序的分布，心也跟着慢下来。他们墓园跟生活圈分布在一起的吗？是的，我看过一些资料，发现日本人对墓园的看法跟华人很不一样。小雨，我先问问你，你觉得我们华人对墓园是亲近的态度，还是避之唯恐不及的态度？华人基本上很忌讳死亡，也不愿把跟死人有关的东西放在住家附近，所以华人的墓园通常就被设置在郊外或荒野之地。对，没错，在日常生活上，华人也不爱讲死啊、棺材啊什么的。对，小时候讲到这方面的语词，都会被长辈骂晦气，好像我碰触到禁忌一样，连讲都不行。是的，我其实觉得死亡也是人生面的一部分，但是华人好像不愿意正视死亡，极力想把死亡从生命中抹去，当作没这回事。华人文化其实是把死亡排除在日常之外，拒绝直视，拒绝面对。但其实死亡就像房间里的大象，大家都知道它存在，却绝口不提，这真的是很奇怪的现象。但这次在日本，无论是在美山，或是后来我也开车去平等院，我看见墓园都在寺院或生活圈的旁边，既不忌讳，也不疏离。对日本人而言，墓园也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我其实很欣赏这样的态度。这会不会跟宗教也有关？像佛教在日本的影响方式跟华人世界不太一样。日本的寺院是生活的一部分，不是只有事才去。佛教影响日本人心灵世界，这当然有关系。但是我觉得更直接观察他们对生死的态度，可以从我这次的旅行主轴来谈，也就是他们对于樱花的态度这件事。凯哥，你这趟日本旅行是特别去赏樱的吗？对，我就是为了赏樱而去的日本。哇哦，樱花季期间去日本的机票一定贵生生的吧？确实是不便宜，但也可以理解。我去年12月就买的机票，那时价格就已经比平常贵30%了。毕竟樱花季，全世界一堆人都飞去日本看樱花。对于这次赏樱，我一定也要跟你分享我对樱花的看法。小雨，你以前应该有看过樱花吧？有啊，阳明山、武陵农场，大家也都是冲着一大片樱花林去拍照。而且我还去过上海的顾村公园、同济大学、武汉大学的樱花，这些都是很有名的赏樱圣地耶。但就是人山人海，有时候是在看人，不是看花，而且环境也很吵。那你印象中台湾的樱花有多到满山遍野吗？这倒没有，台湾的樱花可能就集中在某一区域，像是特定的公园这样。上海、武汉也都是集中在校园和公园。这就是差别。日本的樱花不是集中在特定区域而已，它是满山满城遍野。就算是不起眼的路边或转角的民宅，都有铺天盖地般存在的大片樱花。哦，你这样讲，让我想到中文有一句话说“树大便是美”，很多东西只要够多，就称得上是一种景观。真的是这样。无论是一般的马路还是山区，都是规模大的盛开。我最后一天搭新干线去基路跟名古屋，看着古老的白色城堡和满园的樱花相辉映，那种视觉冲击与美感的轰炸，真的让我不虚此行。诶，好奇问一下，4月初在日本盛开的樱花也是哪个品种的？我去的时候是吉野樱的花期，那种白色中透着极淡粉红的颜色。这在日本算是最主流的樱花品种。哦，那台湾这边的樱花品种跟日本还是有点不同。
那种景观也就给人不一样的感觉。台湾最早盛开的是山樱花，也就是那种浓艳的紫红色，接着是和真樱，那种粉嫩的粉红色，然后是八重樱，颜色也是很浓艳的。但日本主流的吉野樱是很淡雅、高冷的那种白里透红的颜色，通常一开始是淡粉红色，后来就渐渐变成白色，所以他们才用雪来形容这种白色樱花掉落的感觉。我发现这种淡雅的颜色影响了日本人的美感，他们不喜欢浓妆艳抹，喜欢淡雅有质感的用色。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的环境里有这种樱花，潜移默化中培养了他们的审美观。诶，这观察很有深度诶。所以樱花对他们来说，不只是观光，而是一种文化精神的底色。其实，从华人审美观来看，这种偏白的吉野樱应该不会特别受到青睐。会吗？怎么说？太白了，除非是白色的梅花，那种象征冰清玉洁与傲骨的精神会得到咏叹。但基本上，我觉得中华文化通常对过白的花不会太在意，因为这是会让人联想到白事，也就是丧事。哦，明白了。确实，华人偏爱牡丹、芍药那种缤纷颜色与艳丽的花卉，而且要大朵的、霸气的、雍容华贵的，对吧？是的，在中国古典诗词的咏物类别中，会被文人大做文章的花，无非是梅花、兰花、菊花、牡丹，它们都有一定程度的颜色，都比吉野樱的颜色更深，也不以数量取胜，而是在群芳中一枝独秀。那你就你的观察，你觉得日本人看樱花到底在看什么？我后来觉得日本人喜欢樱花，不只是因为漂亮，还包括樱吹雪的时候那种大面积凋零的震撼感。你是说那种短暂、脆弱、即将凋零的美？对对对，就是因为樱花树大便是美，等到樱吹雪的时候，那种消失、凋零的壮观赏景就会激发出那种感叹。其实谈到这点，就不得不提到日本文化美学中有一种物哀的传统，日文是 mono no aware， 也就是感知外在事物的时气推移，体会到无常而产生出包括感动、赞叹和哀伤的幽情。听你这样讲，这有点像是吉川幸次郎，一个在日本很有名的中国文学学者。他把魏晋那时期中国诗歌中的抒情现象归纳为推移的悲哀，也就是感叹时间的推移而产生一切幸福总有消逝的一天的悲伤。有，我以前有听过这个说法。不过其实严格来说，日本的物哀传统跟中国的抒情传统就精神与内涵来说还是有差别的。不过这个议题已经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了，这改天我们可以特别开辟一个汉学讨论的系列，再来详细讨论。是啊，台湾人在看樱花，可能更在意开久一点、拍久一点、值回票价吧。哈哈，实用主义。那最后一个问题，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总结这趟旅行，你会怎么总结？肚子很饥饿，但精神很富足。哇哦，太哲学了吧！听完你的分享，我决定了，明年我也要去日本自驾。但我要先想办法让日本店员知道，我日文真的不行，请说英文。哈哈。这个真的很重要哎，不过他们应该还是会附送着同样的日文，然后跟你僵在那边哦，所以你还是先把日文学起来比较好哦。若真的不行，还可以比手画脚啊，还可以用翻译机啦。哎，对，说到翻译机，他们工作人员随身佩戴一个翻译机，好像真的很方便哎。像我在租车公司确认一些细节，或是在车站询问票务问题，还有刚刚说到的计程车司机，他们听到我讲英文的时候，都先示意我等一下，然后拿出一片薄薄的小机器，大小跟信用卡差不多，然后再请我说话。然后他们翻译的品质好像都不错，他们都很快理解我的需求哦。
可能他们真的遇到过太多外国观光客了，所以才发展出这样的科技小物吧。不过，我总觉得这种靠翻译机的沟通虽然方便，但就是缺少了用当地语言与当地人交流的机会。确实，我一直很鼓励大家，行有余力的话，可以把当地语言学一学，不用学到多厉害，甚至只有单字都可以。因为当你用当地语言与对方沟通后，你除了得到资讯交换以外，你还会发现有一种乐趣与精神的交流在其中，这真的不是靠翻译机可以得到的。完全同意，旅行的乐趣除了风景与食物，更在于能用当地语言跟当地人交流哦。在节目最后，我要特别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，谢谢你加入我们今天的谈话。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一集，记得订阅我们的Taiwanese Mandarin Podcast。我是小雨，我是阿凯，我们下次再见。